时间来到1月中旬，这个节点让很多细心的网友心里一紧，因为就在去年的这个时候，菲利斯塔曾经和公公告别，说要前往坦桑尼亚。那一次告别，当时看起来很普通，没有人想到，这一走，竟然再也没有回来。1年过去了，人回忆得起当时的画面，却等不到熟悉的身影。那一次告别，当时并没有离别感。回看当初的情景，菲利斯塔离开时，并没有太多沉重的情绪，没有长久的拥抱，没有反复叮嘱，更不像是一场很久不能再见的告别。在公公眼里，那可能只是一次普通的出行，去一趟坦桑尼亚，办点事儿，过段时间就回来。可谁也没想到，这一别会变成未知。而公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只知道他没有回家。最让人心酸的一点是，公公并不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，他不知道中间经历了什么变化，计划是否被打乱，关系是否出现转折。他只知道一件事，菲利斯塔没有再回家。对于一位上了年纪的老人来说，不知道原因比知道结果更折磨人。时间对老人来说从来不是抽象概念，对年轻人而言，1年可能只是很快过去，但对老人来说，1年意味着身体在变，精力在减，等待的耐心在被消耗。公公的年纪摆在那里，他不会用以后再说来安慰自己，他等的是一个明确的会回来。这不是情绪问题，而是现实的担忧。网友的担心并不是情绪化，而是很现实的问题。老人的身体是否还硬朗？是否还能承受长时间的等待？是否还能再等1年、2个1年？时间不会停下来等任何人，尤其不会为老人放慢脚步。最残忍的是没有一个说法。如果明确告诉老人什么时候回来，或者不会回来了，哪怕结果令人难过，至少心里有个答案。可现在的状态是，既没有回来，也没有一个清楚的说法。这种悬置的状态，对老人来说，是一种无声的消耗。公公等的不只是一个人，而是一段关系。公公等待的并不只是菲利斯塔这个人，他等的是曾经的家庭关系，曾经的日常，曾经他会回家的确定感。对老人来说，家里少了一个人，不是一句话就能习惯的事儿。网友为什么会替公公感到心疼？因为大家看到的是一个没有选择权的等待者，他不能决定菲利斯塔去不去，回不回来，什么时候回来。他能做的只有等，而等待恰恰是老人最消耗生命力的事情。如果真的无法回家，最该被善待的是老人。很多网友说得很直接，哪怕回不来，也该让老人知道。这并不是冷漠，而是对现实的尊重，给老人一个交代，至少能让他不再反复猜测，不再把希望无限延后，不再在每一个春节前失落。1年过去了，问题依然悬着。现在又到了熟悉的时间点，同样的1月，同样的春节临近，却再也没有即将回家的消息。公公或许不会上网发问，但他的沉默本身就让人心酸。结语：老人等不起模糊的未来。公公年纪大了，能否再次看到菲利斯塔的回家？这个问题，没有人能轻易回答。但有一点很清楚，老人真的等不起无限期的模糊。无论结果如何，回来或不回来，都应该给老人一个真实清楚的答案。因为对老人来说，最残忍的不是离别本身，而是在不知道尽头的等待里，1年又1年的老去。